所以说如果财帛宫是空宫，我们就不能说他不会理财，甚至就说也不能说他没有赚钱的能力，但是却可以说财帛宫呈现空宫的时候，身边不要放太多的现金。交友宫如果呈现空宫，会面临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朋友相识满天下，三教九流都有，但是知心朋友的人却没有，或是只有区区一两个。父母宫又称为相貌宫，它可以推断出我们个人的长相、遗传基因与上司长辈的关系如何，还有就是父母亲的特质，还有与父母的缘分，他们的事业、教育程度，还有社会背景，以及我们与政府机关、学校文书的一个状况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基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紫微斗数有12个宫位，而空宫会出现在任何一个位置。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探讨空宫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基，欢迎来到紫微斗数的命理世界。紫微斗数论命本来就是要看整个命盘，甚至就是最基础的三方四正。有时候我们在看事情的吉凶、推论的宫位、星曜太多了，甚至有些人会跳过空宫而不论。但是如果说我们对我们的命盘出现的空宫有所了解，相信对我们的人生会有更多更大的帮助。但是也并非就是我们今天是以空宫来论吉凶祸福。如果说财帛宫出现的是空宫的时候，因为财帛宫代表它是现金的运用，还有管理钱财与存放金钱功能的一个想法。理财的方式有非常的多，对应不同的理财方法，也有不同的宫位来推论，并非都是由财帛宫来掌管。所以说，如果财帛宫是空宫，我们就不能说他不会理财，甚至就说也不能说他没有赚钱的能力。但是却可以说，财帛宫呈现空宫的时候，身边不要放太多的现金，因为这样子会造成容易花用，反而变成口袋空空。疾厄宫，疾厄宫如果呈现空宫的时候，它是没有主星的。那在它的对宫呢，这个位置至少会有2个星曜以上的主星，还有副星。这个时候呢，疾厄宫如果万一四化造成冲兆的时候，相对的这就会增加非忌冲兆疾厄宫，则会对于健康疾厄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。平常如果累积太多的压力，在运势不好的时候，那就更容易造成健康的问题。虽然看起来空宫会面对的压力比较大，但是它也不是说随时会造成健康的问题，除非就是符合运线、运势的冲煞，再加上长期健康压力的累积，才有可能触发到影响健康的问题产生。迁移宫如果是空宫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也可能说，他可能有常常出国出远门的机会，但是也代表他根本没有时间出国或者是出远门，甚至出国出远门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意义并不大。还有就是他对外出有难处或者是隐忧。当迁移宫产生四化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命宫是空宫，命宫是空宫的时候，无论是禄权科技，尤其是化权还有化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命宫会直接对迁移宫产生冲兆，这个时候就会引发当事者变动的一个格局。他有可能到他乡外地出差、旅游、移民、创业。但是如果说命宫为空宫，而迁移宫产生化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外出则可能需要面对未知的压力与挫折。再来就是仆役宫，我们也俗称交友宫。交友宫如果呈现空宫，
会面临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朋友相识满天下，三教九流都有，但是知心朋友的人却没有，或是只有区区一两个。对于他所认识的人，也不是相当的了解，却不是没有朋友，只是对于朋友的意义，他会觉得比较空洞。对于交友宫呈现空宫的人，他对于意外灾害的应变能力及处理的方式会比较薄弱。官禄宫也就是代表事业宫，如果事业宫是呈现空宫的时候，它代表了什么意义呢？它并不是说没有价值。那官禄宫又是属于叫做夫妻宫的对宫，他们互为阴阳哦。夫妻宫的对宫，他们也代表就是说我们对于感情、婚姻的一个内心的想法与对待。事业宫如果是呈现空宫的时候，它没有主星，那事业的起伏会比较大，会出现一个学非所用一个状态。这个时候，如果在事业宫出现了魁月昌曲，反而就是他们会工作会偏向于公职人员或文教工作。如果说有左右出现的时候，左右他们也代表是有双重的行业，甚至就是有兼差的可能性。但是如果出现了煞星羊驼的时候，则代表他们可能是从事技术或者是军警武职的特殊行业。接下来就是田宅宫，一般我们来讲，对田宅宫就是代表我们的不动产或者是家宅的运势好坏。其实田宅宫还有另外一个含义，它就是积存财富的一个位置，也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财库。既然是财库的话，那就具有保护还有是储存的功能。天宅宫如果是呈现空宫的时候，它会不代表就是没有田宅或者是不动产，那只能说购置不动产对于他个人来讲可能会比较弱，或者是态度会比较不明确，所以需要有四化非化的力量到田宅宫的时候，或者是运线是否能量集中在田宅的时候，这样他才会有产生购置不动产的一个念头。接下来就是福德宫。福德宫它代表了我们的精神思想，还有就是一个婚姻的气数位，它代表我们一生的物质精神状态，还有福德福分，悲观或是乐观，还有就是我们的先天的兴趣还有嗜好。福德宫如果是没有主星呈现空宫的时候呢，它并不是说没有具有任何的意识形态，相对的空宫它可以容纳任何星耀的四化，但是一旦化忌的时候，则可能就是会有冲兆，对于感情、婚姻则容易出现危机与问题。福德宫空宫的人，他对于感情、婚姻都希望是美满的，对婚姻的期望值也会比较高，他会想要拥有一个幸福的感情、婚姻，但是通常会比较难以如愿，需要经历波折，或者是有时候会想不婚，但是如果他想要与另外一半共度一生的时候，则需要付出努力，还有就是克服自己自身的一个缺点。接下来就是父母宫，父母宫又称为相貌宫，它可以推断出我们个人的长相、遗传基因与上司长辈的关系如何，还有就是父母亲的特质，还有与父母的缘分、他们的事业、教育程度，还有社会背景，以及我们与政府机关、学校文书的一个状况。父母宫如果呈现空宫的时候，有可能就是我们和父母的缘分会比较薄，聚少离多，或者是说有沟通上比较不协调的一个状态。那相对的，就是也代表了自己的个性会比较独立、比较坚强，希望自己靠自己的力量达到自己想要完成的一个目标。以上是今天分享探讨的内容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以及分享，还有按下免费订阅的小铃铛。您的支持是我动力的来源，更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灵机感谢您。